乔丽，上海这座城市常住人口接近2300万，其中有1000万是外来人口，而这些外来人口里，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些各式各样的写字楼里工作。或许在你眼里，他们都是写字楼里黑色液体的制造者，但是乔丽，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别人。最起码，同样作为一个外来人口的我，不会用这么恐怖的画面去形容自己的人生。在美国毕业之后，我来了一趟上海。那时候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也就是那一次，我决定回来上海上班，因为我喜欢上了这座城市。或许在你眼里，我陆帆是一个为钱活着的人，可是，这很可耻吗？善良、坦诚、率真，这些是每一个人天生具有的特质。它能让你的自我感觉良好，能够帮你的人际关系加分。可是它不能够让你在上海活下来。你想要被这座城市接纳，你必须逼自己训练出一种后天的生存手段。而我的生存手段就是赚钱。我靠财富来保护我的善良，保护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当挣钱跟善良两个选项有冲突的时候，我只能势必先放弃一个。当你真正被这座城市所接纳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会为这座城市本身而激动的人了。即使如此，我问心无愧，我不会后悔，因为你知道这整个过程是很干净的，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努力都出自于你自己。我只是暂时放弃一些东西，去获得另外一些东西。在人生的独木桥上，保持平衡也是很重要的。可能我把梦想这个词看得太不可侵犯了。你如果只是把梦想供在神坛之上，它会离你越来越远的。你必须把梦想紧紧地攥在手里，让它帮你训练出你的生存手段。我记得当初我问你，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销售的时候，你告诉我，因为你想卖东西给需要的人，然后看着你卖的商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很感动。这如果是你的梦想，你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你不能轻易放弃。可是王桂林他……王桂林的生存手段就是保住精通，精通保住了，他这个人才有生存价值。他不能够为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放弃精通跟他自己的生存权利。这很难理解吗？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想告诉我，我就不问了。但是妮妮，我爱过你。就算你这么对我，我还是要告诉你，
爱过你。我爱你3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是脏话，以后还是少说吧。来，我们一起干杯！干杯！再见。喂，何总，我刚跟乔丽谈过，我想他应该会暂时留在京东项目里头。好的，我这就去准备明天去江州的材料。我看大家都喝多了。各位，赛斯的吗？我们先走了。外头冷，先上车吧。哦，对了，朱金总监，你怎么走啊？要不要捎你一段？总监，那我们也走了啊。谢谢你啊。别客气。知道你会来的，因为牵扯到图景，咱们2个也算是战友。说了你可能不信，但即便今天这个男的不是图景，我还是会来配合你演这场戏。我才能觉得这个赞的世界还不应该被毁灭，唯有你才不能被毁灭。你喝太多酒了，走，我送你回家。走。我哪儿都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喝。你别再喝了。我要在家为你，为你，真的。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变成了一个废物，一个该被回收起来的垃圾，你这么干净、这么完美的你，会不会也离开我？我不会的，我会把你捡回家，然后废物利用。行了，回家。行了。
结婚吧，结婚吧。什么呀？你该不是为了鼓足勇气跟我求婚，才在这儿喝那么多酒的吧？当然没说过，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还练习没多久，我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婚这事儿跟多长时间没有关系吧？我爸跟我妈认识15天就结婚了，那时候还算早婚呢。现在不过得好好的吗？我就是受不了你满嘴酒气跟我说那么重要的话。真的，永远都不能离开我。我现在只有你了，只有你。我周围的人都太脏了，太脏了。其实我也是脏的，但我有你，所以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有你，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何总，您评估一下，您觉得王桂林同意这个提议的可能性有多大？从盈利的角度看，我提出的这个方案最为可行。如果王桂林犹豫，那就是他发现这个方案里，我们让京通再次陷入了被动局面。这样的合作，京通肯定要受制于赛斯和我们的外包公司。那您觉得咱们怎么说服他们？虽然王桂林和于志德不一样，但我相信人都是有控制欲的。我想我会给他一个难以抗拒的诱惑。在京通成功改制之后，将成为股份制公司，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入股京通，由我们的外包公司来负责整个产业的资金调度，而赛斯仅作为软件供货商。这是目前来看能够最快帮京通找到7个亿资金的方式。如果您寄望是由赛斯单独投资的话，以外企的财务流程肯定会将京通的改制无限期的延后。而如果赛斯是这样，SC 也绝对是这个情况。王团长，您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何总，这个方案确实很完美，但是这样的完美是建立在京通处于被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这个方案有任何的风险，或者你们有任何的私心，那京通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局当中。这个您不用担心。首先，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有合同作为保证，而且也是有法律效应的。这个方案一旦实施，就像上了高速公路了，没有退路，没有缓冲区。这种情况下，何总，单凭一纸合同，说实话，我心里不踏实。王团长，如果我们能成立外包公司，那么京通和赛斯就都会拥有股份。但是光以赛斯的投入，恐怕不足以长期支撑。要想靠外包公司的利润来维持这么大的投入，短期之内是做不到的。所以最终的方法是必须尽快通过券商融通上市。改制以后，您就是集团的董事长，京通外包也只是集团下的公司。但是，如果您想把企业做好的话，就需要把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
们俩都从赛斯撤出来了，你们留了谁来扛软件销售以后可能带来的风险和责任呢？乔丽，哎，好不容易休息，出去走走嘛。懒得动。不要这样好不好呀？谈恋爱这条道路走不通了，你就培养点别的兴趣爱好嘛，总不能让人生就这么给睡过去了吧？谁说我没有别的兴趣爱好？我的兴趣爱好还分静态和动态两种呢。我静态的爱好就是睡觉。那你动态的爱好呢？翻身。哎，是你的王厂长哎。其实陆凡跟你分析的那些没错呀，就算你不想和王桂林发展出什么男女关系，精通的单子你总得要的吧？精通的单子我是不会放弃的，赛斯随时派我去跟他接触，我都会去。但是作为普通的一男一女，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跟他恢复邦交关系。王桂林这么犹豫，您觉得是因为乔丽？有关系，但并不足以让他放弃这个方案。那他迟迟无法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您给了他一个这么好的方案，更别提这是一个一夜致富的机会。从这点上看，我跟王桂林可谓势均力敌。我们都不喜欢受制于人，不喜欢被动。王桂林最想要的，是处在主动的位置上牵制我们，而我想的，恰恰是控制精通。所以，就算我们给他再大的诱惑，也难以让他跨越这道心理障碍。那我们现在，你说说看。我想知道我的未来搭档，跟我是不是有足够的默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王桂林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肯定有人可以，而且他还不得不领命执行。所以啊，我们还等什么？出发吧，反正都到江州了。索性啊，咱们就把附近的这些县市都转上他一遍。喂，你好。赵先生你好，我是 SC 的涂景。涂景总监，你好，好久不见啊。前一段没这个需要，不过现在我得请你帮忙了。你说。我这里需要销售总监，非常急需。你看看你那边
有没有可以推荐到我这里来的人选？最近啊，正是拼开年业绩的时候，各家外企啊都缺销售。别说是外企了，现在就连很多民企也在花大价钱去挖销售人员。当然，您如果需要普通销售人员的话呢，我可以帮你问一问。但是，你这销售总监，这些外企里，你都没有买些线，帮你留一下。赛斯的市场部我倒是挺熟悉的。像赛斯的市场部总监呢，最近干得不是很顺心，受了不少销售部的气。当然，前段时间我们还接触来着，他倒是有跳槽的计划。这个市场部总监叫什么名字？叫史蒂夫。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跟这个人见个面？当然可以了。谢谢啊。好的，再见啊。让王桂林来我这儿一趟。秃井先生是 SE 公司的销售总监，今天约我私下见面，不知道你有什么事情？史蒂夫总监是从香港来的，我呢是日本人。我们东西相类，如果了解共同话题，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不过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贵公司的销售总监陆芳。我想他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敌人。听说啊，陆芳逼得你在赛斯工作很不开心，所以我有一个提议，我可以在 SE 的市场部帮你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待遇，也一定会比赛斯要好。作为交换，不知道史蒂夫总监在离开赛斯之前，帮我个忙。你说吧。在你走之前，你想个办法，让陆芳先离开公司，而且是非常不光彩的离开。还有，你既然是市场部总监，公司里各位董事的邮箱你都有吧？当然有啊。好，给我一份。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你？毕竟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而已。史蒂夫，你应该知道公司最近的新进员工吧？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一个叫查雅妮的女人？公司给各部门已经打过招呼，说销售部会有一个新员工过来的。她不光是我手下的最好的销售，也是我的女朋友。我甚至动过要和她结婚的念头，但现在她变成了陆芳的销售，陆芳的女人。这种事情只是说出口，都觉得是莫大的羞耻。何况我是亲身经历。史蒂夫，如果不信任你，我是不会和你说这些话的。有道理的。何成峰去周边省市考察前，是不是先带着方案来和你接触的？是。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方案留在江州？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在把这个机会拱手让出去？刘书记，如果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京通就会处于被动的位置。王桂林，你不能一切都以京通的利益为出发点去考虑问题。是的，你开始说要搞大，要把江州发展成一个产业链。我虽然有我的忧虑，但我没有干涉你。现在，
江州有了这个机会，你却又开始瞻前顾后。王桂林，你这样会让我很失望的。刘书记，我现在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也从内心的谢谢您，把我推上改制负责人这个位置。从改制启动到现在，我王桂林心里揣着就一件事儿：我精通这2000多号人，从改制当中能得到什么？于志德在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解决好。可当他不顾虑精通这些人的时候，我就不能在旁边置之不理了。现在我负责这件事儿，我不会像他一样。赛斯的方案是好，可它的风险也很大。一旦他们有什么变化，那我的这些工人又会再次面临失业停工的可能。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刘书记，您再给我一些时间。如果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我会自己请辞，把精通还给江州，不再过问。车叔叔，车叔叔，哎呀，陈医生，阿姨，你们要回家了。对，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啊，谢谢。哎呦，客气什么？车叔叔，回去以后你要多做一些复健的训练。你现在状况特别的好，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能恢复跟原来一样了。你也是啊，要注意身体。回头我出来找你玩。阿姨，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事儿。哎，到时候咱们电话联系。谢谢啊。再见啊，叔叔。再见啊。陈然。这段日子谢谢你啊。不客气，应该做的。我就祝你跟你男朋友一切都好吧。谢谢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到时候咱俩打电话。那我先走了啊，再见。我来吧，你上车门吧。开车门。各位，有几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件事儿，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销售车雅妮小姐。车小姐在销售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相信大家与她共事，都会收获良多的。大家叫我 Cherry 就好了，很高兴跟各位成为同事。还有2件事儿，我想就由何总来跟大家说吧。第一件事，关于精通这个项目，因为客户方面的原因，我们曾经暂时停滞了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它要重新启动了。项目的负责人依然是乔丽。我希望大家能像过去一样，在他有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第二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从我受命来到赛斯中国担任总裁的那天起，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因为我相信上海这座城市将是我这个华人最后的归属。在与你们相处的这段日子里，
我收获了很多，也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了新的要求。我马上就要到知天命的年纪了，但你们的热情、你们的朝气、你们的拼搏精神，依然感染着我。所以我还是希望给自己一次洗牌重来的机会。于是我向总部递交了辞呈，希望我的这个决定大家能够理解。提前告诉你们，是不想让你们再经历一次上任总裁离任时的那种慌乱。在新任总裁到来之前，我恳请各位安心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谢谢。那你参观认识一下环境。好。我们这边呢是按照产业还有地域来分这个座位。Aaron， 这个是我们华中区的小组长。嗨，Charlie。你们这个之前肯定交流过很多次。对，好多同事我都认识了。所以你应该你好。对这个都不太陌生。所以你应该你好。对这个都不太陌生。照片上看，那个车雅尼在那边混得还不错。哎，他来咱们赛斯干什么？嗨，蠢死了！像这种小捞女能在一个地方吃死啊，当然是找着新东家了呀，对不对？对。哎，哎，别说，那照片还真不错。哎呀，瞧你！本部から連絡が入った。人頭の案件検討してみるそうだ。本部は何と？まず第一に今期の営業ノルマを達成すること。中国全土において確実なる売上見込みを立てることにより人頭の案件が継続できる。土井君、私は君の能力を疑ってるわけではないが、だがね、何故某社人と茶屋には突然辞職したんだね。営業マン一人の流出がどれだけの損失を会社にもたらすか、事の深刻さを君は真剣に考え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ね。私の部下はあいつら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まもなく全ての販売会議を招集します。気合を入れて全ての時間を会社に注ぎ、今期の数字を取り戻します。ジントンの案件は最初から最後まで我々のものです。私はこれに全てをかけてるんです。だからお願いします。信じてください。今の君の状況は非常に危うい。絶対に間違いを犯すな。たった一つの小さなミスでも君にとっては致命的だ。
わかるな。喂，哎，赵先生你好，我是 SC 的督警，我想离开 SC， 请在最短的时间里帮我找到合适的下家。涂建总监，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好，再见。再见。喂，你好，乔丽。Steve 找我。哦，好的，知道了。其实，乔小姐，我们应该挺熟悉的，毕竟有过那一次邮件上的来往。但是我们真正面对面，这还是第一次，对吧？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告诉你，不要因为邮件的事情对我有防备，或者担心我会对你有看法的。我在外企了工作了这么久，我特别明白乔小姐当时的处境。在外企里，这么冷漠的生存环境里，你是对你的上司怀有感情，你信任他，你愿意去维护他，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之后的事情，我很为乔小姐鸣不平。你的信任，你想保护 Frank 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回报。你的真诚反而成为了你的一个弱点，而且被公司不断的加以利用，这是很不公平。Steve， 我不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受到过任何委屈。在我手上的单子始终是我的。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单子而已吗？你是因为对 Frank 有感情，才会替他去做这么多事情，不是吗？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是市场部的总监啊，公司的大事小事，我都会看在眼里，只是不说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我希望乔小姐不要被瞒在鼓里了。现在的车小姐和 Frank 有私人的感情，两个人很亲密的，所以呢，车雅妮已经靠着和 Frank 的关系进入了到销售部里了。你有没有想过，以后销售部是什么样子的 ？Frank 掌权，车雅妮获利，而你们呢？你们这些外人，只能靠着他们收风楼出的一点小鱼小虾来填饱肚子的。我想，再有精通这样的大单子，恐怕再也轮不到乔小姐来负责了。你应该明白，如果你想在销售部站住脚的话，那么现在 Frank 和车雅妮之间必须走一个人。我们必须把他们结成的联盟打破，才能让形势有利于自己。小李，这封邮件不会伤害任何人，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口气重新写一遍，然后再发送给总部。总部不会大动干戈的追究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唯一的办法就是让 Frank 低调自动的辞职，但是以他的能力来说，找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去就业，真的只是分分钟的事儿。这里受益最多的人就是你。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是做销售的，不是写小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凭空虚构一个故事出来。别着急拒绝我，你还是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对别人善良，就等于对自己残忍。咱们不要做这么毫无意义的好人。后面的那张照片特别的温馨，希望生活中的您不是刚刚对我说那番话的人。长长一段时光，看云悠悠荡荡，梦渐渐的遗忘，落在某个地方。我学会了忧伤，也丢失了翅膀。你给我了希望，我只能够埋藏。我想象幸福的模样，却看不到生活的方向。我想象未来多漂亮，请你原谅，我选择了流